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早期生产的200多架歼十 A 战斗机该何去何从呢？我们知道，国产歼十战斗机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第3代战斗机，它的第一个量产型呢称为歼十 A。但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，目前呢歼十系列战斗机已经发展出了歼十 B、歼十 C， 而歼十 C 已经由一款3代机变成了一款3代半战斗机。相比之下，歼十 A 就显得有点落后了。但是这款前期生产的歼十战斗机目前呢有200多架，那么他们如何维持自己未来的位置呢？从发展的角度看，有这么几个选择：一个，改进改型，通过换装有源相对雷达、红外搜索跟踪系统，以提升它的态势感知能力。当然，与此同时呢，还要给它更换空空导弹、空对地的精确打击武器以及数据链，从而呢大幅度改善和增强其体系作战能力。第二个方向呢，可能就是出口了，将歼十 A 呢作为2手战斗机出口到其他的国家，比如说一些急需先进战机的第3世界国家。因为歼十 A 它是一款比较先进的第3代战斗机，飞行速度高，机动性好，载弹能力适中，作战半径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大，对一些第3世界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。但是早期的歼十 A 是吧？我们之所以没有出口，一个是首先要保证我军的需要，第二呢，当时的动力系统还要依靠进口，因此出口受到了一定限制。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的涡扇10系列发动机呢已经成熟了，开始装备在歼十 C 歼十1歼十6这些战斗机上，因此发动机已经不可能成为限制歼十战斗机出口的一个短板了。何况2手战斗机它的成本相对来讲比较低，可能会对某些第3世界国家呢有吸引力。当然，大部分的歼十 A 战斗机在我军还会长时间的服役，它到底要比一些第2代战斗机，比如说歼七要强得多。因此呢，继续使用这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呢，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。因为毕竟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第2代战斗机呢还没有完全退役，那么就用歼十 A 是吧取代它们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。何况从某种角度讲，歼十 A 也有它本身的特点。首先呢，它的进气口采用的是可调式进气口，因此它的高空高速性能要比后期的改进型可能还好一点。当然，隐身性能可能没那么理想，但是呢，在某些需要飞得比较高、飞得比较快的场合，那么它采用这样的进气口可能要比棒式进气口呢还合适。因此，不同的改进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它存在的必要。从这个角度讲，200来架歼十 A 很可能其大部分都会服役到寿命的后期。当然，那些退役的歼十 A 也不见得就会寿终正寝，因为如果把它们改成无人驾驶型的作战飞行器，它还可以继续服役，成为先进战机的中程僚机，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安全继续发挥他们的余热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